是咱们陆航团的直升机吗？他们来了，我就急了，别慌了。我们现在是第3号舰队，不轰不来，打谁都没商量。那是，我们就坐山帮我对一下。 小沙河指挥所说到，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后勤基地报告，发现帝军坦克部队、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难道帝军真的移回到我们后方了？参谋长，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受电磁干扰，一直没联络上。 这么说，他没有按原路返回。直升机已经撤离，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明白，明白。307、308、309进入有效射程。团长，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请求开炮。等等，再靠近点，再向前推进500米。团长，直瞄没问题了。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什么叫泰山压路，什么叫铁流滚滚，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 坏了，怎么又回来了？这样不行，强行进攻，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谁干这指挥不要再冲。团长，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各车注意，我是团长苦侠，立刻转入防空作战，立刻转入防空作战。 是导演部刚先锋过来的。这是江海他妈吗？不是他，会是谁呀？报告首长，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11时30分，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团指挥车被击毁，指挥系统瘫痪，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导演部裁定，从11时40分起，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退出演习。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是。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报告还没有，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都退出演习了，他们还干扰啥？联通后，叫江海马上返航，不得延误。参谋长，就是咕咚不上也没关系，再过10分钟不返航，油都不够了。这一点，江海比谁都清楚。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想再节外生枝了。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虎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如果江海就此收手，安全返航，或许还能功过相抵，减轻处分。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师傅，我们该走了吧？好，我们走。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直插回去，至少可以进50公里。听你的。动2、动3、动4注意，翻过山脊，沿最近航线返航。动2弥漫，动3弥漫，动4弥漫。回家喽！哎，王子，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哎，下面是什么？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没错，干扰源就在这儿。哇，原来他藏在这儿。干掉他！师傅，我们已经没弹了。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但他还在释放干扰，说明战斗还在进行。我没弹没关系，重量机上还有火箭弹呢。这样，我们俯冲佯攻，重量随后攻击，搂草打兔子，扩大战果。这演习都快结束了，再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什么叫没关系啊？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干扰我一上午了，我不打他打谁啊？我看呀，你是没仗打憋得慌。是，我早就憋疯了。通知动2，战术88要动。动2注意，动2注意，目标林中干扰台，执行88动战术。动2明白，战术88动。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在干扰对方的同时，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显然，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不幸躺着中枪，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师傅，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你说的都是屁话，现在打不就是练吗？来，返航的油还够不够？返航是勉强够，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可就说不好了啊。行了，够回家路费就行。下去了。爽！不好，我们被导弹咬住了。看清楚没有？什么弹种？好像是肩扛导弹。我靠！坏了，我们被击中了！师傅，这
们怎么回事？总局拉到头了，胜利还是不错。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看来是不可能了。尽量保持平飞，冲出山谷。从山谷绕过去，油量肯定是不够的呀。先冲出去再说。叫栋梁下来，看看怎么回事。不行，师傅，我们迫降吧。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团长，指挥部来电，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明天一早开总结会。我们败了。是的。海军陆航团，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哎，团长，你看，就是这小子，还没完没了！快，准备战斗！哎，团长，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大队长，你先跟我们回去吧。不用管我，你马上返航，救援队会来的。过去看看。师傅，不许动！是，把他们抓起来！不要！是，把他俩给我抓起来！拿过来吧你！你想干什么？把枪还给我！是你袭击我们坦克的啊！啊，真的，轻点看看。参谋长，这是俘虏的枪。这枪值几个钱啊？要交呀，交这架直升机。二位辛苦了，我是坦克团团长古霞。你就是那个马拉多纳？没错，知名度是有一点的。想当年是一战成名呐，现在是一败涂地。你得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又是怎么知道我从西部山区迂回偷袭？你的番号告诉我的？没这么简单。你们团长老毛我认识，我们是陆军指挥学院战术进修班的同学。好，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得告诉我，是谁用肩扛导弹把我打下来的？什么肩扛导弹？哦，原来你小子是被导弹揍下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江海。绰号疯子。这是我们大队长。江海倒名不见经传，疯子倒有所耳闻。你们团长老毛告诉我，说咱们团里有个飞行员是个飞行疯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研究飞行，几乎痴迷。某日，此人正在蹲坑，突听一架战机低空飞过，屁股没擦就冲了出去。有什么好笑的？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你还没告诉我，是谁把我战机打下来的？我们没有带肩扛导弹，除非你遇到了索马里海盗和极端分子。给我点吃的吧，饿死了。没问题。
小连长，到。送点吃的过来。是。告诉我，我的失误在哪里？你干嘛非得知道啊？我不想和您窝火联合，我要报个一箭之仇，只要有效。好，我告诉你，你们在3号公路的岔路口留下了履带的痕迹，这就证明你们提前通过。你的外号让我知道了你的性格特征，你不喜欢按常理出牌。还有，你的前史让我推断出你很爱冒险。你是来自新兴的疯子，野心十足，很有想法。你想改变陆军的某些传统，也很招人烦。江大队长，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没了，谢谢。我们的救援直升机马上就会赶过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战地抢救组10分钟后出发。江海啊，这次太过分了，我总分那就过不去了。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军里是什么意思？于参谋长火大了。我回来之前明确跟我说，江海的错误性质要提高到违反战场纪律高度来认识，与个人性格脾气无关。让我们团党委拿出来个处理意见。这么严重啊？报讨上，抢修小组准备完毕，请求起飞。出发。是。你看马拉多纳刚才那股牛劲儿，好像败仗不是他打的似的。他说什么报一箭之仇，大言不惭。你还别说，马拉多纳是个军人，认败不认输。你也别说人家了，先想想你自己吧。我们今天运气挺好的，战机把握比较准确，4级配合也比较默契，就是直9的挂弹量啊太少了，打几发就没了。我手里要有架阿帕奇，现在打起来更过瘾。要不说你每天都活在梦里呢。这什么意思啊？你就别再喋喋不休的回味你那些辉煌了，先想想怎么混过这一关。错都犯了，怎么混过去啊？我都替你想好了。回去之后呢，我去跟团长政委啊，我这么说，偏离航线是我的主意，如果得侦察呢，也是我的提议。还有西部山区的跟踪追击，是我非去不可，你不同意，被我给说服了。你这是要为我两肋插刀啊？好，不愧是我的兵，敢为首长挡子弹。准备好了吧？咱们出发了啊！哎，队长啊，你看，哟，好像是首长，抓紧时间集合队伍，快，明白？集合，集合！向大追，向前走。首长同志，第几战机坦克团3人任务完成，准备撤离，请指示坦克团团长顾翔，请稍息。是。扫训。顾团长到。我对你们坦克团声东击西、大纵深机动战术很有兴趣，所以我要特意来你团看一看。报告首长，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有责任。对抗演习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训练，不存在着谁胜谁败，目的是练兵，练的是协同指挥，练的是战术意识，练的是创新战法。我在演习指挥中心看到了你团的战术运用全过程，从网络渗透到反渗透，从信息伪装到3营佯动。你们敢于拿出2个重装备营，实施了大规模的奔袭、大纵深的迂回穿插，胆子够大的。这也可以说是信息战和传统战法的有机结合。但是，你在这次防空作战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而最终是功亏一篑。
这个教训也是深刻的。首长，是我的失误，我忽视了爱军陆航部队的存在，没想到陆航部队的直升机会突然出现，更没想到武装直升机会这么强的攻击力，被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教训深刻。回去过后一定认真总结。哎，丸子，谈过恋爱吗？谈过啊。谈过几个？情种啊你！情什么种？有用吗？都是被人家踹的。哎，那为什么呀？按说你也算是高富帅了吧？我也想不通。我长得不算差吧？我老爸也有钱，最少几个亿。我妈呢，还把2栋别墅的房产记在我的名下。就是说给我结婚当新房用。你说现在这女孩都想什么呢？想什么？什么都想，就是不想守着一个天天想打仗的丈夫。你这叫什么话？你是谁啊？是国家用黄金堆起来的天之骄子，中国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没用，只是一种光环，一种虚荣。这是一个女孩在微信里给我的留言，你听听吧。是她吗？小斌，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要说我不爱你，那不是我的真心话。可现实生活中，你留给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我们除了周末有过1、2次短暂的接触，就再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你说你总有任务，总在训练，总在准备打仗。你什么时候想过给我留下一点温存？你总说你爱我，可你换上军装就忘记你曾经的许诺。我很珍惜我们的相识，可你也要理解一个女孩，她更需要的是浪漫，是呵护。难道你忍心让一个爱你的人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耗尽在无休止的等待中吗？你能给我一个不再训练、不再准备打仗的承诺吗？这是第几个？小五子。我们沿河流往上游飞，接近山口就能看到他们了。我觉得啊，这小五子还是蛮真实可爱的。我建议啊，在小六子没出现之前，先吊着不放。啊，师傅，你觉得当兵光荣吗？当然光荣了。我不这么认为。你说说你的看法。我觉得挺失落的。那你为什么当兵啊？是我爸让我当的。我爸说当兵最光荣，他把当兵光荣那个小红牌子变成一个大铜牌，挂在我家门口，把我穿军装的照片放大了1米多长，挂在公司办公室里。来人他就介绍我儿子飞行员。我觉得这是他的光荣。你转业不就得了？转业啊？我爸不打断我这条腿啊！你爸挺可爱的。首长，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知道了。杨秘书，蓝剑山演习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演习今天下午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的。哎，不对啊，单局长说不是要3天吗？原计划2节的对抗最少需要3天才能决出胜负。后来因为 D 集团军的主力在行动中意外失利，让 A 集团军抓住机会反击得手 ，D 集团军部署被打乱了。导演部认定 D 集团军失分过多。马上跟演习指挥部联系一下，我要尽快的看到演习报告。是。哎呀，今天要是见好就收，结局就完美了。你的意思是，不打电子干扰台就完满了，是吧？但至少我们这会儿已经躺在床上睡大觉了，不至于在这荒郊野地等人救援吧？我告诉你吧，打电子干扰阵地，我们是一片空白。
怎么打，打什么部位，强电磁干扰下会出现什么状况，实战中会遇见什么问题，我们是一无所知。今天正好赶上他开机干扰，我们打他一下，经验不就有了吗？还经验呢，被人都打下来了，不觉得丢人啊？被自己人打下来有什么丢人的？被真正的敌人打下来，那就不是丢人的事儿了。我问你，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烤鱼吃啊！你就知道吃。这发肩扛式导弹呀，把我给打懵了，但也把我给打醒了。直升机最大的克星就是这种来自于地面的简易武器，隐蔽性强，操控简单，成本又低。直升机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防范，挨打没商量。所以说，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了一把被揍下来的滋味。这种体验啊，还是越少越好。这说明什么？打仗不光要想着打人家，还得防着别人打你。美军的2架黑鹰怎么在索马里坠毁的？就是被这种肩扛式火箭筒给打下来的。说的也是，肩扛式导弹已经成为武装直升机的死敌了。不过，美军那次也是因为轻敌了吧？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是被什么肩扛式导弹打下来？是红鹰5还是前卫2？我根本就说不上来。好像是 F006啊。我很想找到这个玩 F006的家伙。干嘛？报一箭之仇？拜他为师，向他请教打直升机的经验。你这又是何苦啊？他发射的时机非常好，正好是在我调整姿态，准备进入平飞的那一瞬间。是高手。这回啊，也没人管我们，有机会放开手脚玩了一把。什么叫陆军航空兵啊？这才是陆军航空兵啊！不是你说实话，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以前我们不是航空兵，以前也是，但干着别扭啊。那都是给地面部队敲敲边鼓，演习的时候摆摆造型啊，不像雄鹰，像风筝，像风筝。总感觉呀，被人用根线在地上拽着。这次为什么觉得过瘾？那都是因为我们对独立侦察、独立探、独立革命战争的整体情况有所对比。所有的战斗都是由我们去提的，哎，那就是意思。大队长，一切正常，可以起飞。哎，师傅，你跟副教员怎么样了？以后见面得叫嫂子，记住了吧？哦，这才几天呀，就叫嫂子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算靠谱？说话呢？什么叫不靠谱啊？连洪大队长比你有优势，我承认，但是因为他转业了，给大老板开直升机，有钱有房，还时尚，这种优势啊，我是比不了。但是征服一个女人，像驾驶直升机一样，对她要有全面的了解，深刻的认识，对她的每一个系统都要了如指掌啊，尤其是发动机，这就是心脏，她的心。看来这专车是来接你的啊。江大队长，跟我走吧。
是我还是我们呐？就你自己。那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咱俩一言为定的事儿。放心吧。林参谋，这什么意思啊？首长决定关你禁闭。这谁的决定？你觉得团里有这个权限吗？军首长的意思啊？行吧，我能先打个电话吗？不能。不是，我就吧。别看江海表面上显得无所谓，其实他已经清楚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处分。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到来。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风雨来得超乎他的想象。先送我到团部啊！不是要关我禁闭吗？怎么带我回宿舍了？他纪律条例规定，从即日起将对你实施7天的行政看管。按照希望你遵守有关条例规定，主动看管。江队长，在没有他的允许下，你不可以随意外出活动。哦，对了，郑委让你在你宿舍里等他。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怎么，他睡着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打呼噜了。真想得开呀！好了，你先回去吧。是。江大队长打了1天仗，能不累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好树好你怎么在这儿啊？先接电话吧。喂，父亲啊，还没睡呢。你不是也没睡吗？你在干嘛呢？我干嘛？我关禁闭呢。什么？你在关禁闭？啊，目前叫行政看管，看来出的不轻。政委是在审我呢。哎，儿子睡了吧？行了，你就别再操心了，我等你的电话啊。
政委，对不起。你干嘛非得告诉他你在关禁闭？我是在审你吗？他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自己留着吧。坐。啊。第一次被看管，没想到。有意见？没意见。错误信使严重，不好好关起来反省几天哪行啊？知道有多严重吗？多严重？反正你说关几天就关几天，我服从组织安排。你关监狱的罪过都够了啊！我犯法了？违抗命令，不执行战场纪律，触犯军法。你以为你打了几辆坦克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把事情经过说说吧。报告，进来。小斌啊，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我想跟你聊聊。你跟江海都飞一天了，有事明天再说。不，今天的事儿啊，我一定要向你汇报一下。坐下来说吧。谢谢团长。今天违抗命令的事儿是我干的。是你？对，是我。进入战区之后，是我要求改变航线。那么江海呢？江大队长不同意，后来我坚持要改变，被我说服了。原来是这样。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还以为是江海呢。团长，一般都会这么认为的。江海是大队长，是机长，因此都会认为这是大队长的主意。但其实是我，包括落地检查履带印也是我提出来的。违抗返航命令，把编队带进山区，也是你了。没错，当时大队长不同意，但我坚持要去，而且我的态度十分坚决。我跟他说，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直接从这直升机上跳下去，我连机舱门都打开了。以死相逼。对，大队长被我当时的举动也吓坏了，最后只能妥协了。还真有你的，他同意了。对，他同意了。他同意，他也有责任。哦不，他没有责任，大队长一点责任都没有，而且有功。你是个老兵，1级飞行员，又是大队长，可是你自己过沟瘾了，你却把刘小兵他们带到沟里了。如果年轻飞行员都像你，把命令当耳旁风，那部队会变成什么样子？任何显赫的战绩都不能凌驾于纪律之上。军队是有铁的纪律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由着性子蛮干的，更不是耍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政委，这事跟刘小兵没关系。小兵几次反对，握着舵杆都不撒手，是我下了命令他才松手的。政委，事到如今，你给我啥处分我都认，蹲监狱我一个人蹲。你对不起自己也就算了，你还对不起傅颖，你知道吗？我现在知道了，确实对不起他。你和洪生之间，他为什么选择你？可能是我飞行技术好吧。洪生比你差吗？他当2大队长还比你早2个月呢。全军飞行技术尖子有的是，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能飞莱维斯曼就了不起了。那你说为什么呀？他是希望你能像李翔那样，勇于担当，为陆航事业献身。烈士的遗志能够在你身上实现。我没问题，我敢于担当，勇于献身。问题是你这么瞎折腾，谁还敢把任务交给你？谁还敢让你飞？你怎么担当？怎么献身呢？都老大不小了，还这么冲动，那么不成熟。我看你呀，也就是落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下场。哎呀，我这把我说死了。你知道傅颖决定第2婚仍然要嫁飞行员，他顶着多大的压力吗？知道。
他爸妈都不认他了。可是你只想着自己过瘾过瘾，错误一个接着一个。你知道这样做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吗？他对你有多失望吗？我要不是穿着这身军装，我真想大嘴巴抽你。政委，我有个想法。你还有想法呢？好好反省再说吧。你把结婚报告退给我吧。这婚不结了，我不能毁了人家后半生。这是你的心里话。心里话。好，报告我会退给你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你是要接受组织上对你的处罚，不是拿婚姻当儿戏的时候。怎么处罚？行政看管7天，停飞2个月。啊！停飞2月？不服就彻底停飞。军队对违纪者绝不姑息。好，好，好，2月就2月。先写出深刻的检查，等待军里的处理决定。我写。哎，政委。检查写得好，能不能减刑啊？1个月怎么样？这是军里的决定，谁跟你讨价还价？当我们发现帝军2个团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向后勤基地发起进攻了。在这个紧要关头，江大队长毫不犹豫地带领我们编队冲了过去。不对呀，江海不是一直反对你违抗命令吗？反对你擅自把编队带入山区吗？是。他是反对的，而且是坚决反对。那这就不符合逻辑了，是不是？既然他一直反对，怎么可能在不请示、不报告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呢？对呀，这听起来啊是有点不符合逻辑，可是逻辑也是因人而异的。你想，江海的外号是什么？是疯子呀。那疯子就会有疯子的逻辑，他只要一看见敌人，那眼睛都红了。疯劲儿一上来，拉都拉不住。疯子的逻辑，你接着说。再说了，当时啊，江大队长是想向您汇报来着，可是我们遇到了敌军的电磁干扰，和您联系不上。如果不打的话，就会贻误战机，所以我们就先斩后奏。后头这几点倒是符合逻辑哈。对呀，而且我觉得江大队长的这场战斗打的是太棒，他第一个架机俯冲下去。就把马拉多纳的指挥装甲车给摧毁了，然后呢，他又指挥动2、动3、动4、3架战机从不同的方位不间断地向敌军的坦克群发起了进攻，摧毁了敌军的5辆坦克，成功挫败了敌军的偷袭计划。团长，说实在的啊，要是没有江大队长的果断出击，这后勤基地肯定会被人家连锅端的。说完了？说完了。不对呀，还有呢？还有，我觉得应该给江大队长请功啊。那你呢？我反正都交代完了，团领导看着办，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忧郁王子，忧郁王子，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呀！不，你不像学飞行的，你像写小说编故事的。不。你像演员，把故事演绎的感动人呐，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精彩纷呈，感动中国。团长，我说的都是真的。对，你说的都是真的，对吗？可我一直反着听。好了，时间不早了，傅莹还在等着你的电话呢，你现在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决定彻底跟他分手了，我不配，这个电话不能再打了。打！我命令你给他打，再打就算骚扰了。你答应给他打，你就必须给他打。你想让他为等这个电话一夜不合眼吗？那我怎么说呀？你就说跟政委已经交流过了，政委说，你的想法是好的啊，做事呢有点操之过急，没什么事了，让他放心。政委，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对你是假话，对他是真话。
你要敢瞎说一句啊，我饶不了你。你以为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一扣，他就没事了？你这不是帮他，你是害他。演习期间如此违抗命令，你刘小兵还没有这个胆儿，擅自改变航线，关闭英达电台，啊，带队进入西部山区，不请示就开战，只有他江海能干得出来。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你还冒出来冲大头。团长，这事我也有错，我也有责任呐。你企图包庇江海的错就是你的错，但是你的错抵不了江海的错。刘小兵，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人家刘小兵仗义，替江海顶雷来了。刘小兵，我知道你和江海有个密谋，可是人家江大队长已经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是啊，他全招了，如实招来，承认全部都是他的主意，都是他干的。怎么这样啊？就想不通了。他犯错了，你有什么想不通？大队长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陆航的战术不能总是老一套吧？这次大队长带领我们追击帝军坦克团，那打的是积极主动，完全体现了我们陆军航空兵的优势啊！这是战法上的创新，训练上的探索，这是我们陆航部队以后发展的方向。我认为，错是错，公是公，团里边应该肯定大队长的想法和战法。陆航是雄鹰，不是风筝。喊什么？哎，是非功过不是你定的啊！赶紧回去休息吧。我等大队长一起回去。人早回宿舍反省去了。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团长同志，飞行1大队、2大队参训人员到齐，请指示。主令。是。小心。同志们好，开始。今天上午飞行科目的安排是这样：1大队由严复大队长带领大家飞空场编队的起落；2大队由顾刚大队长带领大家飞山头起落，飞行区域为小燕山一带。1大队个别人员的调配由严复大队长宣布，上午11点结束飞行训练。大家听明白了吗？好，执行吧。2大队向左转，跑动。小斌，哎，今天你当机长怎么样？我当你副驾驶。哦，副大队长啊，我可是第一次给你干的，还是你来当机长，我来当助手。谁飞都一样，但你处在机长这个位置上，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你来团里也有1年多了吧？对呀，是该考虑你当机长了。机会来了，就不要有所顾虑，啊。人，上去，人，起步，走，定，然后转，起步，走。即便是江海实话实说，出卖了徒弟刘小兵，也没能减轻对他自己的追责。如果仅仅是停飞不放，偏偏还要让他听着1架直升机不断的从头顶飞过，这种主意
对江海来说，无疑是一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好，很好。这是老猫的4动1。这是耗子的4动3。这上面啊有服用说明，你可一定要按照说明上面去吃哦。谢谢。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他说好一。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江海，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是我，哦，是你啊。我在你身后呢。啊？怎么，江海没接电话？昨天晚上来过一次，就没再来过。我给他打呢也不接，现在又关机。他呀，正在写检查呢，哪有时间给你回电话？哎，你说江海这问题到底能有多严重啊？我认为不会太严重的。在训练中，江海容易弄些出格的事儿，这团里都知道。至于影响嘛，会有什么影响？只好改成调副团，听说已经报到军里了。这事出了以后，能不能批可就难说了。真是的。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明天出差去沈阳，想顺便去贤和家看看老人。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捎过去？清明节的时候，我带小杰去看过他爷爷奶奶。你如果方便的话，就给他爷爷带一身冬天的衣服。好。洪生，我想去一趟 A 集团军，去看看江海。没这个必要吧？他老不接我电话，我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你最好别去，去了也只能添乱。要不这样，等我从沈阳出差回来，我先去一趟，你觉得呢？检查当否，请指示。江海，附上战斗总结1份。针对此次参演的实践，我对提高集团军陆军航空兵作战效能，对在未来陆军战场上如何使用好陆军航空兵提出如下建议：一、首先，集团军领导层应提高对陆军航空兵兵种特点的认识，重视陆航兵种的突击性、机动性和持续作战优势，适时将陆航兵种放置在主战和主攻地位上来认识。二、放手让战场飞行员灵活处置攻击目标。发现及攻击是这次有效阻击敌军偷袭成功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三、陆航飞行员都应是战斗员和指挥员，不仅是驾驶飞机，更应该是驾驭战机。在战场态势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要有好斗的精神。政委，江海的检查交上来了吗？检查写好了，怎么样？
检查写的还是不错的，态度也是比较的诚恳，对自己的问题认识的也是比较清楚的。你看看吧。你看行就行，马上交给军部吧。这么急啊？于参谋长已经打电话来了，要我们尽快把陆航团参加这次演习的总结报上去。还有就是对江海的处理意见，其他材料都齐了，就差他个人的材料了。另外，他还写了一份自己的战斗总结。他总结出什么了？我看了一下，他总结的内容是对的，但是很多提法欠妥，想法太多，超越了一名大队长的思维范畴。有些方面脱离部队现实，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我怕送上去会产生负面影响。你不说他检查写的不错吗？检查是检查，总结是总结，可是大相径庭，态度上好像也有些自相矛盾。你看，他要求领导层提高对陆航兵种特点的认识，我就怕军领导看了不舒服，好像首长从来就不重视陆航，对陆航兵种一点不懂似的。怎么能这么提呢？你看，这还有呢。要放手让飞行员灵活处置攻击目标，发现及攻击是他这次成功阻击敌军成功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这有点太张扬、太狂妄了吧？这不是在表功吗？这就是江海的毛病。还有这几句话啊，要培养飞行员好斗的精神，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击战法。我们一直是文明之士啊，怎么能说是好斗呢？这种用词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还有这几句，在战场上打赢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扯淡，这有点有失偏颇吧？有点咄咄逼人的感觉。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是应该有狼性和血性，这没错啊。当然了，他正在反省做检查，等候上级处理，这个时候放出这种言论是不太合时宜。检查写得好好的，干嘛画蛇添足，整出这么个总结来？谁让他总结的？没有让他总结，是他自己写的。我看吧，这个总结就不要往上交了，就把这个检查交上去就算了。行，师傅。干嘛？师傅我们写的那个检查管用吗？太管用了，我一字没改，交上去了。一个字都没改啊？改什么改？深刻就行。那战斗总结呢？写完了吗？一起交上去了。都交上去了啊？我还想拜读拜读呢。就你拉倒。师傅我今天想吃涮羊肉，怎么样？我请客。行，我换件衣服。政委，小兵也在这儿啊？我找你们江大队长谈点事儿。行，那我先出去了啊。怎么了？请坐，政委。你也坐。好。坐。这个你先收好。不是，你怎么没交上去啊？是这样的，你写的检查呢，我看了，写得很好，已经交上去了。这份战斗总结呢，我想还是暂时不要上送为好。你先收起来吧。为什么呀？怎么说呢？这里面的某些提法不太妥当，我和团长都觉得太彰显个性，过于张扬，送上去对你不好。政委，什么叫彰显个性？什么叫过于张扬啊？那上面明明都是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感受，我总结出来就是希望团长和上级领导能看到陆航团训练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陆航提升战斗力的方向，有什么不行的？你们怕什么呀？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来找我呀！不要激动啊，我和团长也是为你好。好什么好？这么多年来，这是唯一一次能证明陆军航空兵可以独立作战，可以作为主战兵种来使用，唯一一次充分显示出陆航突击作战能力的实践战例。我把它总结出来，作为拦截3号演习的一项战法创新成果和经验，希望得到军首长的重视，有什么不妥的？战法和创新成果是你能总结的吗？你是专家吗？演习是我参加的，仗是我指挥，导弹是我打出去的。战场情况的瞬息变化，战术构想形成，战场形态、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空地导弹的攻击，地空导弹的防御，强电磁干扰下的反制手段，交战的全过程，我是亲身经历。
我不总结谁总结？我不是专家，谁是专家？你是专家！我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不上交，我抄了那份假检查，你们却如获至宝。你们对那份套话假话连篇的东西就这么感兴趣吗？我用不惜违纪甚至生命的代价写的战斗总结，就那么分文不值吗？我不理解，不理解。你说什么？这份检查不是你写的？不是，在战斗总结完成之前，就没心思写检查。江海，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份战斗总结是不可能交上。不要就算。政委，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你马上给军里打个电话问问，江海的检查报告有没有交到首长的手里？如果还没交上去，问问能不能暂时先不交了。出什么事儿了吗？什么事儿？江海的检查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刘小兵他们几个炮制的假检查。快去！政委，恐怕来不及了吧？怎么了？这件事军里已经有结论了。什么结论？刚才啊，军里来了通知，给咱们团集体3等功。你说什么？刚才你没在，通知文件呢，我已经交到了团长办公室了。上面内容不多。这么说，经过军党委研究啊，对参加这次蓝箭3号演习的 A 集团军的所有综合表现突出的单位啊，给予通令表彰。其中啊，就有咱们陆航团，咱们呢排名第1，集体3等功啊。那其他单位呢，只是嘉奖。小伟，你看看。行了，有钱。师傅，你也别生气了。不气了，没什么气可生的。对，你要是能想开啊，最好。已经想开了。走，我请你吃饭去。那哪行啊？我请，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怎么想？没想到，真没想到，对江海的处理意见居然是……可是我们报上去的是警告处分呐。如果早知道军里是这种态度，那么我们对江海的处理就要重新考虑了。我找你来正是想说这个的。我已经跟军里打了电话，军政治部也回了话。怎么说？严重警告。嗨，你看这事儿，要是稍微晚点报上去，也许就……听说单军长已经有了批示，江海违反战场纪律和演习成败是两码事儿。哦，单军长的意思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俊遮百丑，也不能一叶障目，看不到成绩。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结局。我现在愁的是怎么跟江海说呀？宣布给他处分，可团里又领回来一个3等功。这要叫你能服气啊？工作难做呀。我明天想去军部一趟，把我们的想法如实反映。另外，我还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你说。我想跟军长、政委建议一下，3等功我们团里不要了，江海的处分也免了，或者改成警告，你看行不行？如果军领导能同意的话，那江海的工作就好做了。我看行。哎，周本，你都提前解除禁闭了，是不是应该给嫂子打个电话？哟，还真是啊，是该给他打个电话了。还要我提醒你吗？哎，算了，不打了。怎么了？
我准备跟他分手了。什么？我想过了，我不灵，我不配，俊辉处分肯定是被定，副导也没戏了。这一身毛病的人，真要跟人结婚，那不是祸害人家吗？这，你这是怎么了？前段时间你还给我信誓旦旦的说你要结婚，还说跟洪队长竞争肯定能胜出，今天怎么就怂了？真没底气！哎，你干嘛？我来给他打过去。哎，你先别打。怎么了？关机。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师傅，徒弟说两句啊，这是你的不对，人家副教员给你打了10个未接电话，你都是关机的，你这么做是太过分了。那我怎么办？怎么办？你至少应该打20个电话回去，再发一条短信向他道歉，承认错误啊。也是啊，就算是分手，也应该好合好散，是吧？不对，你怎么老提分手的事儿啊？什么别说了，你现在就给他发一条信息，回去之后呢，每隔10分钟你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明天早上，哎，嫂子一看，江海20条未接电话，这一看多高兴啊！还真不愧是我的爱情顾问。行，给他发一个。那我应该怎么写呀？你就说，嫂子，我错了，就这一句啊？这就够了。是不是太少了？经顾问的，这叫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呀，江海都来了10几个电话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陆军航空兵作战的效能。哦，都4点了，不过也算是有成果。哎，左团长，你来的正好，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是吗？哈，那个总部机关郭顺阳副部长来了，说下午想见见你。是吗？我在1团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团长。哦，是吗？啊，刘干事，哎，有件事想问你，江海那份检查还在你这儿吗？你们团的资料都送到军长办公室了，江海的检查在里面夹着呢，怎么了？啊，没什么。我们觉得他那份检查写的还不够深刻，想让他再改改。这还不深刻啊？我看过了，就差把自己写成坏分子了。能抽回来吗？怎么可能呢？郭副部长现在正在军长办公室谈事儿呢。刘干事，你看他们谈完了没有？我想现在就见见老首长。行，那您稍微等一会儿，我去看看。哎，来，好，请。哎。
这些都是陆航团参加这次演习的资料，由军里作训处整理出来的，由陆航团自己报上来的，还有演习指挥部的战况通报。老郭，我知道你是为这些来的，都给你准备好了。老郭，应该说这次陆航团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于参谋长的计划是派出4架直升机，对敌军坦克团的突袭给予一定的阻拦，打了就跑，诱敌深入，悄悄边过。没想到他竟然唱起了主角儿。4架直升机扑了个空，返航的时候突然失联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我的后方跟偷袭我的敌军坦克干上，一下子干掉了人家1辆指挥车、5辆坦克。哎呀，不然的话我是必败无疑啊。所以军里决定给陆航团集体3等功。那是该立功。有江海的材料吗？有啊。哦，这儿。这次带队参战的1大队长就是江海。黑马一匹。这都黑马了。好。不过呢，对于他的表现各方面说法不一，江海自身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说说什么问题啊？老郭，江海写了一份检查交上来，我本来想给他退回去的，你看看，他写份检查。老郭，政委那儿有个会，我先去一趟，半个小时就回来，你先看着。左团长，你去吧，军长去开会了，国防部长一个人在。哎，好，谢谢你啊，不客气。你忙吧。好好好。请进。报告首长，左统军前来报道。来得挺快。首长，听说您到军里来了，这不我来办点事儿。您下午要召见我，我想还不如我先见首长呢。行了行了，坐。是。哎呀，来得好啊！我得祝贺你。祝贺我什么呀？装傻！这军里给你们立了集体3等功，能不祝贺？啊，这与总部首长具体指导分不开的。你看，又虚头巴脑。来得正好，正在看你们团的材料呢。是吗？我刚看了江海的一份检查。首长有什么指示？2个字：虚假。不会吧？江海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还是有一定深度的。这是你们团党委的意见。首长，江海的错误，我们是要负领导责任的。我说你们了吗？我说的是写检查的这个人。江海要是认识的不够到位，我马上回去让他下。左统军同志，到，这个检查不是深刻不深刻的问题，这么作践自己，有意思吗？你觉得有意思吗？说实在的，这样的检查我简直看不下去。他们是在糊弄你们，还是在糊弄军里啊？啊，这样的检查你们通得过去？哎呀，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这也叫深刻？哎，这检查你到底看是没看啊？我没不，首长说的对，首长说的对，这个检查我是看了，但是没看全，没有理解到位，首长。但是我当时看还自认为江海的检查写的比较深刻的。你看江海这个人从来没有对自己做过自我批评，他能有这个态度，我跟政委觉得还是耳目一新的。
行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他的战斗总结。战斗总结我都没见着啊！什么战斗总结？哎，他检查上不是说他附了一份战斗总结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哦，是这样的，江海是自己写了份战斗总结啊，我和政委都觉得他的言辞有点不妥当，就给他退回去了。你们觉得他的提法不妥，就给人家退回去了，这个做法妥当吗？首长，江海这个人个性比较强，平时说话比较张狂，再加上这次又出了事儿，关了2天禁闭，我们担心他有情绪化的言辞，怕人引起误解，也怕不了解江海的人对他产生误会。你听着啊，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部机关领导专门下基层听取下级官兵的意见。我得承认，这次意见有很多很辛辣，有些甚至是一针见血。不要怕有情绪，有情绪就说明人家有意见，怕有情绪永远听不得真言。你给我说说啊，这个江海到底总结出了什么，让你和政委那么紧张啊？也没什么，其实你以前不这样，到底是怎么了？啊，当官当怂了？总结是你们给退了，你现在就给我说说，总结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说了很多，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是有几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演习暴露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指挥员依然是用传统的陆军思维指挥陆军航空兵作战，没有多维战场的概念，武装直升机在他们手里只是敲边鼓、摆画面、放风筝、造气氛。当然了，这些话说的也没有错，要是我们陆航部队的人是能理解，可是其他兵种的人呢？他们会怎么认为？那些对陆航兵种还不十分了解的首长们看了，他们又会怎么看我？哦，局长，左团长来了。我可告诉你啊，郭副部长这次到咱们军搞调研，重点就是你们陆航团。我明白，下午我叫政委过来，向首长做全面的汇报。不用了，刚才的汇报已经很全面了，下午得赶回北京。你看，到底是飞直升机的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军长、郭部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等等，把江海的检查拿过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可告诉你，以后像这种文字垃圾少往军里拿，看着心烦。还有啊，以后团长、政委以下的军官不要写检查，有问题解决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批评教育已经够了，少来这种形式主义。我赞成。我明白。去吧。怎么样？到我家里随便吃点。军长家请客，规格够高的。什么规格呀？每人1碗炸酱面。你要是嫌不好啊，你就饿着。我就好这一口。哎，左同学，怎么还没走啊？军长啊，怕回去赶不上饭？不是的，有点小事想跟军长单独汇报一下，就几句。小王，到。送一下郭副部长。是。说吧，什么事儿？军长，我们有个想法，是不是给我们团的3等功我们不要了？给江海的处分是不是也能免了，或者降格、警告？想保江海？你说这一仗是江海带队打的，你说现在这个格局，江海肯定不服啊。如果调整一下，他的工作我们也好做。想得蛮周到的啊，左同学，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想保江海是因为你看的是个人才，是你们团的飞行尖子。但想过没有，
人才不是文物，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放在可以展现自己才能的位置上，那他才真正的是个废。要爱护人才，就得敢于放手，但放手绝不是放纵。给你们团集体立3等功，那就是对江海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是我可告诉你，绝不能以功抵过。相信组织，相信江海。